富二代陷害我，谋害元老阁阁主，为了免除极刑，我前往白冠国寻找破局之法。或许我能搞到大夏急缺的科研成果。李，你确定？狼牙王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我需要你秘密把我保释出去，绝对不能让商家和基金会的人知道。虽然诸葛尊不知道三金要做什么，但还是立刻点头答应。我这就去安排。与此同时，古斯特庄园内，戴安娜双眸死灰，失去了精气神。戴安娜，别这样，为了三金那个混蛋，不值得。哼，求求你了，放我出去跟三金解释清楚吧。三金30天后就要被处死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什么？而且商家的人透露给三金说陷害他的计划全部是你策划的，现在三金恨都恨死你了，就算你见了他，他也不会相信你的。戴安娜，基金会这边也放话了，只要你嫁给罗特斯，以前的事情基金会可以一笔勾销，甚至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基金会也允许你生下来。允许我生下来，是想让我的孩子生下来之后恨我一辈子，还是等他长大，让他去对付他父亲的国家和朋友，最后得知真相，再在悔恨中死去？哼，这是他的命运，谁让他是三金的种？可他也是我的孩子，您的孙子或者孙女，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人，难道不是你吗？看好小姐，绝不许她出房门一步。白冠国神盾盾构机公司，塞巴斯蒂安今天心情很不错。大夏国那边又来了好几个大单子，嘿嘿，当初我搞这个盾构机公司的时候，差点倾家荡产，没想到风水轮流转，如今盾构机成了各国的抢手货。董事长，外面有个叫商利的大夏人想见您，说是想跟您谈生意。有资产证明吗？有的，对方资产超过2000亿。让他进来吧。很快，假扮成商利的三金来到办公室。商利先生，不知道您这边需要几台盾构机啊？顺便说一下，因为上游原材料涨价，我们的产品要涨价20%，还有安装费、维护费、工程师的参与费等等都要跟着涨。大夏没有盾构机，我就算再涨20%，你也得接受。塞巴斯蒂安先生，合作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谈。我看您这面相印堂发黑，这是家里人要出大事的节奏啊！面相，不好意思，本人不信你们大夏人算命卜卦的那一套。塞巴斯蒂安先生，命运这个东西，你信与不信，它都在那里，不会改变。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等等，1小时内，你的家人必有不幸降临。不想买的话，赶紧给老子滚！老子不缺你这一笔生意。这样吧，如果我说的话应验了，你再听我接下来的诉求；如果没应验，盾构机我可以花10倍的价格购买。真的？我商利一言九鼎，说话算话。我爷爷在大夏，那可是元老阁阁主。来人，先对赌协议。然而，仅仅过去了5分钟，塞巴斯蒂安的手机就急促地响了起来。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肯定是巧合。不好了，儿子出事了，拉斐尔被海关扣下，说是走私国家宝物，那可是重罪，我听说都是10年起判的。老婆你别急，我想办法。塞巴斯蒂安先生，国家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都敢偷，你儿子这是触犯了白冠国人的底线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儿子他？如果我说这是我算出来的，你信吗？你蒙谁呢？虽然塞巴斯蒂安不信，但是话到嘴边还是改口了。信，我信。不，你其实内心并不相信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命运这种东西，你信与不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件事我有办法就行了。先生，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？只要能救我儿子出来，出多少钱都行。你也知道我的资产，想要救你儿子，我只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盾构机的图纸。塞巴斯蒂安的瞳孔猛地一缩。不行，钱多少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盾构机关系到我整个家族的前途，我不能拿它开玩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老板，为什么不多跟他商量商量？人不被逼到悬崖上，是不会想回头的。我们要做的是好好逼他一把。怎么逼？安排几个人进监狱，好好伺候拉斐尔少爷，同时把国宝差点被卖的事捅到媒体那去，让全世界媒体好好报道这件事，丢尽白冠国的脸。白冠国的监狱是承包制的，想塞几个人进去简直不要太容易。当天，拉斐尔就遭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。塞巴斯蒂安去探监的时候，拉斐尔已经快被折磨到崩溃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样了？爸妈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救我出去，这里我一刻也不想待了。儿子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回到家，塞巴斯蒂安的老婆哭着指责起来：“都怪你，儿子都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想办法？你是不是想看着他死啊？”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个叫商利的，不是说他有办法吗？他开口就跟我要盾构机的图纸，这让我怎么跟他谈合作？一个破图纸而已，难道比咱们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你是不是不想救儿子？你是不是想再跟别的女人生一个？这时电视上突然播放起一则新闻。近期，知名商人塞巴斯蒂安的儿子拉斐尔被卷入了走私国宝的案件中。据悉，拉斐尔企图走私的文物是白冠国国家博物馆最有名的一幅画《蒙娜丽莎的邪笑》。
这件事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新闻一出，两人如同炸雷一般。怎么办啊？你快想办法啊！光让我想办法，你怎么不想办法？儿子是我的，就不是你的了。那怎么办？看来只能去找那个叫桑利的大夏人了。很快，塞巴斯蒂安找到了3金的酒店。桑先生，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？如果真的可行，那盾构机的图纸我自当双手奉上。我这里有2个办法，一个便宜的，一个就是以盾构机图纸为代价的，都可行。你想听哪个？便宜的，200亿，现在转账，到账之后我们再讨论别的。什么都没说，张口就要200亿，哪有这么做生意的？塞巴斯蒂安咬牙打了个电话，嘱咐秘书现在就转账。希望桑先生的办法能值200亿。我想塞巴斯蒂安先生应该已经让人托关系捞人了吧，甚至准备付一大笔的保释金，保释贵公子，对吧？没错，您觉得保释金的做法可取吗？不可取。如果您这样做，那才是真正的麻烦，等待您和盾构机公司的将是灭顶之灾。所以，我这边给出的办法是放弃你的儿子，不但要放弃，而且要彻底断绝关系，所有责任都甩给拉斐尔，让您从这件事情里彻底摘出去。3金的话说的塞巴斯蒂安脑子懵懵的，那不是眼睁睁的看着我儿子去死吗？我知道这个决定你很难接受，但是现在全世界媒体都已经关注到这件事了。白冠国地主觉得自己颜面尽失，一旦你家参与了这件事，1个月后，我保证你连带神盾公司都会消失。您买的这个办法我说完了，谢谢惠顾。塞巴斯蒂安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桑先生，200亿你就给我这么点信息吗？或许你觉得不值，但是如果我不说，你肯定会后悔莫及。到那时，别说200亿了，2万亿都救不了你。那您的另一个办法能做到什么地步？操作得当的话，你儿子只需要坐3年牢，等过了风头，我想以塞巴斯蒂安先生的人脉和财力，把您儿子保释出来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塞巴斯蒂安沉默了，他还是不太愿意交出盾构机图纸。盾构机的图纸是我们家族最核心、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桑先生，可否开个价，或者用别的东西代替？比如我免费送桑先生100台盾构机，如何？100台盾构机绝对够你在大夏搞10年基建工程了，何必非要费力的去研究盾构机怎么造呢？塞巴斯蒂安先生，我们大夏有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盾构机图纸给我，我就您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盾构机图纸就算给了你又如何？只要我给国际专利组织打好招呼，哪怕你造出盾构机了，但是你用的是我的专利，还是要交钱给我。能坑我塞巴斯蒂安的人还没出事呢，图纸我给你，这笔生意我做了。痛快，塞巴斯蒂安先生，我保证您付出的代价物有所值。不过你现在要做的还是把自己全部摘出来，绝对不能跟拉斐尔有任何的牵扯。这是为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上一世想倒卖白冠国国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现任地主的儿子。所以为了自己儿子，白冠国地主当然得找背锅侠了，并且不可能让人把背锅的人给捞出去。我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帮太子走私国宝的潜逃者，甚至包括这些人的销赃渠道、对接人都透露给拉斐尔。这样的话，拉斐尔自己知道内幕，就一定会安然无恙。桑先生，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？带我去看守所，跟你儿子聊聊。咦，您不说要彻底摘出来吗？摘出来不是让你彻底不管了，你是他爸，去看看他也是应该的。只要不捞人，就不会有大碍的。随即2人一起前往看守所，这都是正规合法的流程。爸，你想到办法救我出去了吗？我1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了。拉斐尔先生，您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其实只要将功补过的话，事情未必没有转机。你谁啊？这位是桑利桑先生，是我特意请来帮你的。帮我？怎么帮我？爸，你能不能交一笔保释金，或者是托关系把我弄出去啊？我不想坐牢。拉斐尔先生，你的事情很大，不是保释金或者托关系能解决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在白冠国就没有我爸搞不定的事。拉斐尔，不得无礼。我就不废话了，拉斐尔，你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不接受我的建议，然后你被判无期徒刑，整个家族也会因为你而被牵连进去，甚至会灭亡；第二，接受我的建议，争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被判个3、5年，然后你在牢里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出来。2选1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如果真如你所言，那我肯定选减刑这条路。好，塞巴斯蒂安先生，你先出去等我。塞巴斯蒂安心领神会，直接走人了。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要一字不差的给老子好好记住，这涉及到你能不能戴罪立功。在拉斐尔疑惑的目光中，3金将走私者的藏匿地点，还有几条更加隐秘的国宝走私路线，以及近期白冠国走私的国宝去向等等，全部告诉了拉斐尔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如果我说我是算出来的，你信吗？